被庶妹陷害，被夫君厌弃。最后落得如此下场。如果有来世，我定要你们百倍奉还。好疼！这是哪？我不是死在五皇子府的毒酒之下了吗？王爷，你醒了！王爷？他是谁？为何叫我王爷？水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这男声绝非我的声音。这手，这也不是我的手。王爷，属下去叫瞿大夫来复诊。我是男子。王爷脉象平稳，毒已控制住，但剑伤太深，需重新换药。王爷，可是碰到伤口了。王爷放松，若不然，伤口容易沁血。有女医吗？寻个女医来。啊，王爷您向来不喜欢女子近身。快去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王爷，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伤口不适，不便见男医。王爷，下官奉命为您换药。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我的伤重吗？对后续之事有影响吗？后续之事，王爷已度过危险期，好好休养即可。下官听瞿大夫说，若着急回京，5日后便能启程。我这伤，回京需几日路程？快马日夜兼程，6日可达。不过王爷受伤需慢行，约莫需要半月。6日快马路程，这里是边境，出征边境的王爷吗？放毒箭的人已经抓到，只是第一时间服毒自尽了。我们查了他的身世背景，没有查到有力证据，属下有罪。我们现在何处？快到渭城了。因为王爷受了伤，就先在此地扎了营。王爷放心，蛮夷那边没有异动。这次蛮夷损失惨重，算是彻底被我们赶出关外了。王爷，蛮夷，渭城，越战。王爷叫自己做什么？大周25年，蛮夷5年之患彻底解除。原来我竟重生回了5年前。是，多亏王爷领兵如神，从今往后，大周西北可得百年安定。西北有乌头蛇，其毒特殊，让瞿大夫再查查看。这箭毒恐不简单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等等，准备一下，明日启程回京。王爷，您的伤无妨，早回京，早安心。是，属下这就安排。
当年偶尔听闻的秘辛，夜战此战虽胜，却因剑毒中的乌头蛇毒，双腿被废。而这毒正是二皇子的手笔。这是哪？昏迷前似乎听到曲大夫说剑上有毒，只是半分不觉得痛。难道毒已经解了？不对啊，这不是我的手。小姐，您终于醒了，您都昏迷7日了。镜子，小姐，您落水后大病一场，可把奴婢吓坏了。这是谁？小姐，您怎么了？是不是还有哪里不舒服？西北边境可有消息？小姐，西北边境已传来大捷消息，七皇子已击退蛮夷。看来这具身体的主人是个闺秀女子。我分明是在边境中了毒箭，醒来却身处此地，难道是邪术？还是我与这女子互换了身体？小姐，你昏迷这些日子，老爷一次都没来过，管家拿药还慢吞吞的。还有那罗姨娘，不但觊觎夫人留下的嫁妆，甚至想让二小姐和您一起嫁入广平侯府做平妻，简直是欺人太甚。广平侯府？送点吃的来。是。喂鸟吗？就吃这么点。啊，小姐吃饭何时这么狂野？或许是饿极了，不过能吃得下东西，想来身体已经大好了。大小姐，罗姨娘请您去汉代院一趟。不去，一个妾室也配让我亲自过去？小姐，您早该这样了。那罗姨娘一个妾室，从前您处处忍让，那罗姨娘就得寸进尺。只是罗姨娘定会去老爷面前告状的。无需理会，你帮我关注西北边境的消息，有任何动静立刻禀报。是，小姐。我在边境遇刺，背后定有推手。如今换了身体，军中事务不知如何运转。王爷，晨间风大，披上吧。王爷，这是今日的解毒药和伤药，您路上务必按时服用。王爷，马车已备好，粮草也已装车，随时可以启程。那个暗算我的人，没有查到任何线索吗？那人身份干净，像是临时被收买的死士，属下无能。那人定是二皇子的人，只是平白无故的，我也不好将这些事说出来。此事不必再查，回京后自有分晓。出发吧。夜战在军中威望极高，这对我是好事。只是回京之路漫长，不知会遇到什么变故。林副将，属下在。广平侯府的盛元琪可娶妻了？听闻盛小侯爷的未婚妻是翰林江府的大小姐，不过应当尚未成婚。那位江大小姐近况如何？可有听闻她出什么事？属下未曾听闻。那就好。姐姐，姐姐大好了，真是太好了！有事说事，别动手动脚。
听说阿宁醒了，我心里高兴，便想着来瞧瞧，希望没有打扰到阿宁。打扰到了，以后别来了。上回和阿宁说过的，不知阿宁考虑的如何了？姨娘想着，反正以后小侯爷纳别人也是纳，娶你妹妹跟你一条心，日子总会更好过些。哼，平妻，盛元琪知道吗？知道，小侯爷是同意的。他说阿宁你宽容大度，也定然不会拒绝的。还以为是这母女俩不要脸，没想到是男方最不要脸。盛元琪论辈分，他还得叫我生表舅舅，这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两妻同娶，还让庶女做平妻，把皇家的脸面都丢尽了。那便让盛元琪来与我说。姐姐，我自知对不住姐姐，奈何小侯爷坚持。姐姐最是体恤小侯爷，妹妹没有旁的心思，不过是为了进入侯府，可以帮衬姐姐一二。真想帮衬，就去做个妾室；实在觉得对不住我，还可以做通房丫鬟，做平妻。哼，这不是打我的脸吗？阿宁说的是，只是薇儿好歹是你的妹妹，所以往上抬了抬。做平妻主要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以后再有别的人入府，也不会有人能越过你们去。我不同意。啊？早知道就不找人推他下水了，人没死成，反倒让他性情大变，如今真是进退两难。这件事也不急于一时，阿宁再好好想想，我们日后再商量。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就不打扰了。小姐，若是小侯爷真的同意了，亲自来说，可怎么办？哼，那他最好快点来。江穗宁是怎么回事？几日不见，居然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，不知道是不是掉进水里磕坏了脑袋。原本想着江穗宁最好意外身亡，我就能顺理成章的替嫁进广平侯府。若没有江穗宁靠着母家定的娃娃亲，凭父亲五品翰林的官职，我连侯府的门都摸不着。江穗宁向来自诩孝顺，最听父亲的话，不若让父亲去劝劝。不妥，这并非光彩之事。你父亲极好面子，要他亲自开口，他定然拉不下脸面。那怎么办？姨娘可有什么好法子？趁着小侯爷对你上心，让他亲自去和江穗宁说，只要小侯爷愿意为你出头，谅他也不敢不松口。也只能如此了。他为你付出的越多，日后自然会越发珍惜你。只要能顺利进广平侯府做平妻，你这一辈子便衣食无忧，地位稳固了。可是，这毕竟只是小侯爷自己的想法。广平侯和侯夫人那里，大户人家嫁女儿，庶女陪嫁也说得过去。往后你若是有了身孕，母凭子贵，侯府门楣显赫，总不能亏待了主子。没准已经有了呢。夜长梦多，这2日你想办法去见见小侯爷，让他尽快过来一趟，当面和江穗宁说清楚。是，女儿知道了。江泉这忘恩负义之徒，当年靠着魏家的扶持，才有今日地位。如今魏家没落，被驱逐出京，为流离一死，他竟纵容小妾和庶女欺辱嫡女。从前小姐温温柔柔，沉默寡言，如今小姐同样不爱说话，却浑身透着一股杀气。等江穗宁从边境回来，我该怎么和他见一面？总不能一直顶着他的身份过日子。小姐，三小姐来了，
方才你没给二小姐好脸色，她这个时候过来，定是没安好心。这江府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阿猫阿狗都能跑到嫡长女面前放肆，如今我顶着她的身份，总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被人欺负。大姐姐倒是好兴致，在这里悠闲喝茶，却不知二姐姐正以你愁眉不展呢。见了嫡姐不行礼问安，还出言不逊，规矩都学到狗肚子里去了。我不过是实话实说，大姐何必动怒？二姐姐想和你一同嫁入侯府做平妻，也是为了日后能相互照应。你怎么就这般不识好歹？刘素，掌嘴，让他好好学学什么是尊卑长幼。是，小姐，对不住了，三小姐。你敢打我，江遂宁！我要去告诉姨娘，告诉父亲！来人，把她架起来，在庭外扎马步。什么时候认错求饶，什么时候停。若是敢偷懒耍滑，就用枝条抽她的腿，让她好好长长记性。放开我！早知道就不该听罗姨娘的话来招惹江遂宁，她怎么变得这么可怕？二姐姐，救我！我快撑不住了。哼，江遂宁居然如此怠慢我，真是越来越无法无天了。二姐姐，你快劝劝大姐，她不分青红皂白就打我，还罚我扎马步，我快要不行了。蠢货，这点小事都办不好。不过这江遂宁果然和从前判若两人，正好让袁琪看看他的真面目。三妹妹这是怎么了？哎呀，你的脸怎么又红又肿？肿得这么高，这得抹好几日的药才能消吧？若是留下疤痕，可如何是好？哎呦！小侯爷，您看大姐她太过分了。石元琪，江遂宁不过是个深闺女子，你怕什么？江遂，拖出去！不对，这不是军营。大姐姐好端端的，为何要这般惩罚三妹妹？妹妹知道，前些日子我提及平妻之事，让大姐姐心中不快。可即便如此，你也不该拿三妹妹出气呀。眼睛瞎了就去请大夫诊治，脑子坏了就多喝些药调理。前因后果都没弄清楚，就敢在这里信口雌黄，想破坏我的名声，也该换个高明些的法子。小侯爷，我真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担心三妹。而且，大姐姐在江府，我们尚可忍让，可日后嫁入侯府，若是还这般任性妄为，岂不是要让侯府被人耻笑？早知道中午就不多吃那个蛋饼了，倒胃口的很。江遂宁，你可知错？哦，我倒是想知道我错在哪儿了。江遂宁，你太嚣张了！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是你妹妹。你也知道我是长姐，那也该清楚是她不知礼数。我嚣张，意思是我被人编排冤枉，只能默默忍受，哪里来的道理？这般霸道！有误会好好说就是。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哪里有一点大家闺秀的教养？就事论事，我还认你是有点担当。说是说不过，就指责人态度不好，没脑子还要脸。就事论事也是你不对，你无缘无故惩罚庶妹，可谓尖酸刻薄。见着未婚夫不行礼是不知礼数，与未婚夫吵架是不知尊卑廉耻。你一个外男擅自闯入人家府邸内宅，无人传禀报，反倒嫌我对你没有好脸色，你哪里来的脸提廉耻二字？哼！江遂宁，
蒋穗宁，你好样的！好，好，好，厉害！你别后悔，今日之事我定要宣扬出去。我看你以后在京城还怎么做人？随你。别以为我不敢。要怎样？江穗宁，我要退婚。请便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大姐姐，蓉儿知道错了，请大姐姐饶了蓉儿这一回吧，蓉儿以后再也不敢了。退下吧。哼。小姐今日大发神威，以后这些人定然不敢再随意欺负小姐了。小姐，咱们今日是不是太过了些？小侯爷那里，他不会真的退婚吧？我以前很喜欢盛元琪吗？是啊，小姐，你一心一意想要嫁入广平侯府，每次见过小侯爷后，心情都会好上许久。这么看来，还得想办法保住这门婚事。天下好男儿何其多，江穗宁怎么偏偏看上了这么个徒有其表、不分是非的花架子？方才元琪气冲冲的离开，我追出去想要解释，可他连半点好脸色都没给我。若是真的退婚，我该怎么办呀？我已和元琪有了夫妻之实。说到底，这不过是二人拌嘴。广平侯府贸然退婚，定会落下背信弃义的骂名。今日之事，管住府里的丫鬟即可。这样真的可以吗？只能这么办。把事情往小了说，小侯爷现在不过是在气头上，搪塞住侯府便可。那江穗宁那里怎么办？婚期只剩2个月，不让他们见面，按时成婚便好。可明日的赏花宴，孔家早就送了帖子。等你父亲回来，我去见他，让他出面拦着江穗宁。王爷，您先用些东西垫垫肚子。多谢。王爷从前从不会对下属说谢字。还有多久能到京城？王爷，刚过群城，大约再有3日便能抵达京城。还要3日？走得太慢了。我伤口已无大碍，我们得快些回京。是。大小姐留步，今日之事是薇儿不懂事，还请大小姐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大小姐，您可是真的想退婚？今日之事，你父亲也已知晓，我知你心里定有小侯爷。一会儿见了老爷，你好好说说，他定会帮你周旋。以后性子收敛些，免得吃亏。小姐，罗姨娘今日这般殷勤，定是没安好心，您可别被她蒙骗了。不过是怕我退婚，断了江雨薇嫁入侯府的念想。江穗宁于他们而言，不过是块跳板。来了。听闻今日小侯爷来了府中，你们还吵起来了？胡闹！先不说侯府与江府的身份差距，你一个女子，当众与未婚夫争吵，成何体统？这件事先看看侯府的态度。最近你别再与小侯爷见面了，明日赏花宴也不必去了，留在府中反省。本就想保住这门婚事，如今有江泉出面周旋，正好省去和盛元琪打交道的麻烦。今日之事终究是你不对，
为父可以替你周旋，但你妹妹随你嫁入侯府做平妻一事，你不能再从中作梗。我不同意。你可知自己在说什么？此事并非你一人之事，关乎整个江府的前途。平妻之说本就不合规矩，我绝不会同意。你休要任性，侯府并无异议，此事已成定局，由不得你不同意。你以为不让薇儿进府，盛元琪就不会纳妾了？日后他要纳妾是他的事，但要让我点头同意将雨薇做聘妻，绝无可能。父亲若是执意如此，那这门婚事退了也罢。放肆！婚姻大事，岂容你肆意妄为？你若敢退婚，丢的不仅是你的脸面，更是整个江府的脸面。脸面是自己挣的，父亲若是只为自己的仕途着想，那便恕我不能从命。小姐，快别刺激老爷了。此事我意已决，父亲不必再劝。逆女，你居然还敢躲！5年前，你替人盗取了一份机密资料，没过几日，龙御史一家便被仇人血洗满门。你说，若是大皇子知道龙御史的死与你有关？你胡说，这不可能！你怎么会知道？我还知道，贤妃娘娘的药方被人动了手脚，而你收了好处帮着隐瞒。别说了，若我有事，你也脱不了干系。你是江府的嫡女，江府倒了，你也没好下场。大不了一死，我有什么好怕的？如今我在江府过得这般憋屈，这样的日子倒不如死了干净。我也是为了这个家。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整个江府的开销都是我母亲的嫁妆在支撑，至于你的银子，怕是都花在了城西的婷娘子身上吧。我们现在在一条船上，你不找死，我也想好好活着。是，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。哼，这平妻之事还谈吗？不谈了，你放心，侯府那边我会亲自去周旋，一定能保住这门婚事。好，明日的赏花宴我不会去。这个结果，希望真正的江穗宁能满意。姨娘，你说父亲那边真的能成吗？自然能成，你姨娘我出马，从来没有失手的道理。姨娘，既然父亲那边没问题了，那侯府那边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一直瞒着吧？侯府那边瞒是瞒不过去的，只能走明路。走明路？可侯府怎么会同意让我做平妻？在侯府那边只说你是做妾，到时候小侯爷备好礼仪，让你和江穗宁一起与他拜堂。只要你的名字能写进侯府族谱，这件事便板上钉钉了。我知道了。姨娘，二小姐，不好了，管家来了，说是要姨娘上交钟馗之权。老爷有吩咐，请罗姨娘即刻将钟馗之权交给大小姐。这就是为何我管理钟馗这些年从未出过差错，怎么突然就要交出去？奴才只是奉命行事，并不知其中缘由。罗姨娘若有疑惑，可亲自去问老爷。此事太过突然，账目要事一时半会儿难以收齐，不如明日我亲自送到宁心院，如何？老爷说了，必须今日交接。你也太不近人情了。馗姨娘平时对你不薄，不过是晚1日而已，又不是不给。再说了，江穗宁从未管过钟馗，她懂什么管家理事？二小姐若有怨气，可直接向老爷禀明，奴才只是奉命行事。奴才就是奴才，活该低人一等。我倒要去问问父亲，到底是怎么被江穗宁蛊惑的。大小姐，这是府中的账本和各处库房的钥匙，
老爷吩咐让奴才亲自送来。管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何突然要将钟馗交给我家小姐？回姑娘，是老爷的意思。另外，罗姨娘和二小姐方才去书房顶撞老爷，已被老爷责罚了。什么？罗姨娘和二小姐被责罚？是，老爷本想各打20大板，罗姨娘心疼二小姐，主动替二小姐受了20板，一人承受了40大板，如今怕是1个月都下不了床。大小姐，从前是奴才有眼无珠，怠慢了宁心愿，还请大小姐恕罪。日后奴才定当尽心竭力为大小姐效命。下去吧。小姐，广平侯府的小侯爷送了一套衣裳。小姐，是小侯爷送来的。他说今日和您吵架是他的不对，想要明日在赏花宴上当面向您赔罪。这盛元琪说话酸溜溜的，真恶心。不去。小姐，小侯爷从前从未对您这般上心过，这可是好事啊。好事？今日刚和我吵得不可开交，扬言要退婚，如今突然送来衣裳道歉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许是小侯爷事后想通了呢？不去。小姐，管家已经在府中各处敲打了一遍，说以后府中之事都由小姐做主，谁也不许再怠慢您心愿，更不许再提平妻之事。咱们以后终于能挺直腰杆做人了。今儿真是个好日子，所有的坏事都解决了，以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您了。是个好日子。小姐，您瞧这衣裳多漂亮，你若是不去，二小姐还不知道要怎么编排您呢。如今小侯爷有心和好，不如趁此机会把话说开。那又如何？身正不怕影子斜，信了谣言的才是愚蠢。小姐，女子的名声何其重要，昨日之事若是传出去了，侯府也不会喜欢这样的少夫人。是了，世道不公，女子的一生都被名声裹挟。好吧，我去。小姐，您为何不穿小侯爷送的衣裳？这颜色和做工多好看啊，比罗姨娘送来的那些强多了。我不相信他。以前小侯爷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但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只要他以后能改过自新，对你好，便足够了。你这小词一套一套的，都是从哪学的？都是小姐教我的呀。小姐学富五车，才高8斗，还通情达理，良善温柔。奴婢跟着您也学了不少。江遂宁这般单纯善良，在这深宅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在边境他能应对军中事务和身边的明刀暗剑吗？小姐，您不去和其他小姐交谈吗？不去。姐姐性子本就冷清，在府中也不常和我们一处。摆什么架子？真当将军府还在呢，我们还看不上他呢。就是，看着就不好相与。雨薇，和这样的人做姐妹，真是难为你了。于姐姐，你父亲位从3品，身份可比江遂宁贵重多了。小侯爷还夸过好几回你的琴技呢。真的吗？什么时候夸的我？是我大姐姐送的信，让小侯爷来府中喝茶，我便见过几回。哼，邀请未成亲的未婚夫上门喝茶，真是不矜持。二小姐又在说您的坏话了，她就是不明白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的道理，仿佛贬低您就能抬高她自己一样。江大小姐，小侯爷有请，说是有话想要亲自跟您说。你是谁？在谁跟前伺候的？回江大小姐，奴婢是孔府的粗使丫鬟，负责打洒的。随意派个粗使丫鬟来传信，这是看不起我江府，
不去。小姐，小侯爷都低头了，您变硬了吧？对您以后在侯府的日子也好。我以前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。他若是真心认错赔罪，便该摆出应有的态度。江遂宁还真是给脸不要脸，本侯爷都亲自派人去请了，他居然还敢说我心意不够，他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东西。呵呵，小侯爷息怒，女子总归是在乎这些虚名的。若是真想让她来，便找个有头有脸的丫鬟去请便是。不行，若是日后事情外露，不可留下把柄，让江雨薇去，让她无论如何都要把江遂宁带过来。让二小姐去，目标会不会太大了？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？难道让你身边的人去？到时候被人认出来，我可懒得收拾这烂摊子。日后就算出事，也是她们姐妹俩说不清楚，一个女人而已，没了还能再找。姐姐，昨日的事，小侯爷想亲自向您赔罪，还请姐姐一步，我带姐姐去厢房。走吧。雨薇，你这是要去哪？我大姐姐前些日子大病一场，这2日才刚好。刚刚她说有些乏了，我带她去客房休息一会儿。妹妹说错了，明明是妹妹说身体不适，想要歇息，又说不熟孔府的路，想要让我陪着一起。这种事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，实话实说便是，何必撒谎呢？是，瞧我头一晕便说错了话。刚刚我瞧你们聊得十分开怀，不知在说些什么。其实我也很想加入。听说江大小姐时常送信给小侯爷，私下与他见面，这种行为实在有失体统。听谁说的？这分明是谣传。还请各位小姐把说这话的人叫出来，让我与他当面对质。这件事江雨薇最清楚不过，对吧？毕竟一直以来都是他在给小侯爷送信，为的就是商讨他随我一同嫁入侯府做平妻之事。不是江大小姐给小侯爷送的信？绝无此事，我从未给小侯爷送过任何信件。哪有姐姐出嫁让庶妹做平妻的道理？其实前几日江雨薇找到我，希望我能让她跟着我一同嫁入侯府做平妻。我起初自然是不同意的，但今日仔细一想，似乎也不是不能商量。若是江遂宁真的同意，那平妻之事或许还有转机。难怪江二小姐刚刚只字不提平妻之事，原来是被大小姐拒绝了，才故意抹黑大小姐。江二小姐，你倒是说说，究竟是谁给小侯爷送的信？还请于姐姐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别跟我一般计较。哼，以后别让我见着你，有我的地方你最好走远一些，晦气。大姐姐，这件事是我不对，回去之后我再向您赔罪。我们先走吧，别让小侯爷久等了。江遂宁居然敢大庭广众之下说出平妻之事，就不怕损坏我的名声吗？你刚才说那些话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故意让我难堪吗？你做得出来，我便说得出口。怎么，只允许你编排诋毁我，就不允许我实话实说？我那是随口说说而已，你却当众宣扬，就不怕影响江府的名声吗？咱们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原来你还懂这个道理。刚才你在背后说我坏话的时候，怎么就没想到这些？把自己的自私自利说得这么清新脱俗，我也算是开了眼界。我没有。行了，争不过就别硬争，这般强词夺理，我都替你害臊。别摆出这副样子给我看，我又不是盛言齐，不会心疼你。你刚才说同意平妻之事，可是真的？
我随口说说而已，你不会真的当真了吧？你，我什么？我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罢，都随我高兴。你有意见，憋着。江穗宁是嫡女，是盛元齐名正言顺的未婚妻，而我只是个庶女，与盛元齐的关系见不得光。又怎么了？这里太偏僻了，看起来很危险，我不去。这哪里偏僻了？这是孔府安排客人休息的厢房，你怕什么？我还在这儿呢。说不去就不去。就在前面了，左边第一间就是。这是孔府，能有什么危险？还有几步路就到了。你若是不去，一会小侯爷还得来请，徒增麻烦。要走就快点。就是这里了。你先进去，我有几句话要嘱咐流苏，顺便整理一下衣衫发髻。还说对小侯爷无心，现在倒知道整理仪容了。快跑！小姐，二小姐她刚刚门是从里面关上的，里面肯定还有别人，她怎么没喊叫？难道是被人挟持了？自作孽不可活，不必心疼她。若不是我刚才多了个心眼，现在被关在里面的就是我们。待在这里别动。小姐千万不要出事啊！小侯爷放心，若真出了私会外男的事儿，这婚事定然做不得数。就算小侯爷不舍，侯爷和夫人也不会同意的。确定是这里？回小侯爷，奴婢看得真切，江大小姐确实进了这院子。哼，江穗宁，真的是你！没想到你竟利用孔家宴会私会外男，我实在看错了你。既然你心有所属，看不上广平侯府，那你我婚事就此作罢，从此男婚女嫁各不相干。信物我会尽快派人送回江府，也请你早日备好侯府信物。今日之事，大家就当没看见，给你留些颜面。是，我们绝不乱传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远远的就听见你说要跟江府退婚。对，我就是要退婚。你私会外男，我没将此事大肆宣扬，只退婚已是仁至义尽。你别给脸不要脸！盛小侯爷好大的本事，空口白牙诬陷人，连证据都不讲。证据？孔府的丫鬟亲眼见你与外男拉拉扯扯，一同进了厢房，谁知道你们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？没有证据的事，你说的言之凿凿，这是赤裸裸的诬陷。把内的丫鬟叫出来对质，若说不出个所以然，今儿谁也别想走。你这是恼羞成怒，就算你不承认，这事也不算完。你这是要耍赖。既然你要挑事，那便来场热闹的。今日请在场各位做见证，我刚刚看到盛家小侯爷与不明人士密谋，合理怀疑广平侯府意图造反。你胡说，根本没有的事，你这是诬陷。是不是诬陷，咱们去圣上面前评断便知。你诬赖我私会外男，却不敢让所谓的证人对质。盛元齐，你真是狗到没边了。那刚刚我们过来时，你去哪儿了？为何屋内会有女子惊呼？我迷路了有问题，一耳朵聋了。里面是谁都不知道，就乱咬人，
刚刚里面就是你，定是你劝我们说话时从窗户溜出来，再从正门进来。你爹娘给你长了脑子，就是为了凑身高。既然你睁着眼睛说瞎话，那我就让大家看看你是不是真瞎了眼。江二小姐，怎么是你？你怎么在这里？是不是发现了你姐姐的丑事，被她威胁，才留在这里替她？不是这样的，我有些乏了，让姐姐陪我过来休息。我在屋中换衣裳、梳发，姐姐替我去叫丫鬟送水。刚刚那丫鬟定是看错了，把我和姐姐看成了姐姐与外男。姐姐清清白白，绝无私会外男之事。小姐，刚刚您去小院后方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怎么屋里只有二小姐一人？江雨薇和盛元气没配合好，被人射进了。我进去时，屋里除了她还有个外男，我已经把人处理掉了。二小姐她怎么敢做这种事？若是事情败露，咱们江府的小姐都要受牵连。我就是想到这一点，才出手帮了她。这深宅后宅的阴私，比战场还要凶险。你以后务必警醒，任何人都不能轻信。是，奴婢一定记牢小姐的话。只是，小姐，您是怎么把人弄走的？想办，总有办法。这件事过去了，就不要再提了。那小姐这婚真的要退吗？必须退。广平侯府早已看不上江府，如今为了退婚无所不用其极，再嫁过去，你家小姐迟早性命不保。可这婚一退，小姐以后的婚事怕是难了。以后的事以后再说，总会遇到更好的。你家小姐这么好，值得良人相待。盛元琪这种人，不要也罢。毕竟是自己搅黄了江醉宁的婚事，日后总得想办法补偿才是。江大小姐，请留步。有事？府中四处都在传，江大小姐利用孔府宴会私会外男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还请江大小姐前往前厅解释一二，还孔府一个清净。嬷嬷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方才的事情已经澄清了，在场的小姐公子都能作证。孔家作为主家，无制止谣言，反而拦着我家小姐，实在失礼。我家夫人对此事一无所知，不能凭你们三言两语便了结。其他小姐公子都说什么都没看见。江大小姐需去前厅，当着众人的面说清楚，究竟与你有没有关系。孔府定是受了盛元琪的撺掇，我若此时离开，反倒坐实了心虚的传言。别和他争辩了，走吧。哼！这位就是江大小姐。是，许久不见，这孩子倒是跟他母亲魏琉璃有几分相似。长相相似又如何？江夫人精彩艳艳，温柔贤惠，这女儿反倒牙尖嘴利，失了大家闺秀的德行。夫人，东西可以乱吃，话不能乱说。夫人这般长舌妇行径，我实在不敢苟同。以后想娶贵府小姐的人家，可得好好相看，免得家宅不宁。你说谁长舌妇？谁不分青红皂白指摘他人，谁就是。如此牙尖嘴利，还敢说自己有德行？被冤枉而不敢辩解，那是懦弱，绝非德行。我今日为自己洗刷冤屈，不仅是为了我个人，更是为了江家的名声。面对诽谤与冤枉，我绝不会沉默。
母亲不在了，我只能自己硬着头皮上。我真羡慕在场的小姐，若有人编排，总有母亲为他们成亲，不会被人说咄咄逼人。孔夫人叫我来，想必是要我解释清楚。不知孔夫人是想让我开口，还是想让我默认这莫须有的罪名？自然是该说的。江大小姐别急，有话好好说。今日府中发生这样的事，来的又有不少小姐，为了给大家一个交代，才请你来说清楚。若真是为了小姐们的名声，便不该这般兴师动众。孔夫人这一出，反倒让人怀疑是别有用心。今日流言影响太大，才请江大小姐解释。但看你这般咄咄逼人的样子，倒像是心虚了。所以，侯爷夫人是认定了我做了那样的事？不是我认定，是证据确凿，人证物证都在，由不得你不认。证据确凿，你不得不认。孔夫人，今日之事，你看该如何解决？江大小姐破坏宴会风气，若不严惩，以后谁还敢来孔府赴宴？江大小姐此举实在不妥，从今往后，孔江两府不再来往。今日便派人送江大小姐回府，也好警示其他人。小姐，不如让奴婢来担罪吧。他们的目标是我，你出面只会坐实我的罪名。你们这是私自定罪，我不服。我没有做过的事，死也不会认。我要求金兆尹来查，若金兆尹查不清，便上报大理寺；再不行，我便闯宫门。我就不信大周老老乾坤还换不来一个清白。狂妄！你以为皇上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来人，送江大小姐回府。我看谁敢！七皇子驾到！见过七皇子殿下。别怕，起来吧。你看，江大小姐刚刚没下跪，主子看她的眼神也不对劲，他俩绝对有事。嘿嘿，你想多了，不过是头回见面，被主子的气势震慑了。主子向来直接，若真有意，早请旨赐婚了。这是怎么了？本王似乎来得不巧。不是什么大事，已经解决完了。臣妇这就让人退下。七皇子救命！我家小姐是被冤枉的。回七皇子，是江大小姐在宴会上私会外男，我们只是想罚她回府反省。是啊，七皇子，念在我与他母亲是手帕交，我也不愿做得太绝，只是让他认个错，退了婚也就罢了。夫人宅心仁厚，江大小姐应当感恩。七皇子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侯府看不上江府，想退婚又不想付出代价，才故意往我家小姐身上泼脏水。奴婢恳请殿下替我家小姐做主。你这样让本王很难办。本王只是来讨口饭吃，没想到摊上这事，各说各有理，看来另有隐情。殿下可是要亲自审案？本王不善审案，直接请京兆尹和大理寺的大人来，细查之下，自然能分清真假。七皇子不必如此，这种小事我们自己解决就好，传出去会坏了姑娘家的名声。名声本王管不着，但他们要真相，本王能给。传林副将。
去请京兆尹和大理寺的大人。是。来人，把我身上的盔甲卸掉。孔夫人，这是要去哪？眼下查案正需要公平，所有人都得留下。参见七皇子殿下。回禀七皇子，真相已查明，此事是广平侯府为退婚，孔府为攀附侯府，合谋设计陷害。太可怕了！为了退婚，竟如此陷害一个姑娘家。若不是七皇子赶来，江大小姐这辈子就毁了。看来广平侯府和孔府以后再也不能来往了。那些所谓的人证，下官询问麦南衣物颜色及细节，众人答案不一，稍加审讯便全部招供，承认是收了好处，编造谎言。七殿下，此事下官方才知晓，必定给殿下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殿下息怒，此事臣妇并不知情，替丫鬟们言之凿凿，便以为是真，万万没想到他们受人蛊惑。臣妇有管束不严之责，甘愿认罚。殿下，侯府确实有错，但臣妇也是被江家二小姐蒙蔽，她前来禀报，说江大小姐私会万难，臣妇一时气昏了头才做错事。敢是臣妇必定登门向江大小姐致歉。不是我，是盛小侯爷他。曲大夫，去瞧瞧江二小姐，务必让她安好，免得外人说本王欺负弱女子。是。跟上去，让曲大夫把一下江雨薇的脉。啊！禀报殿下，嘉二小姐并无大碍，许是一时受不住刺激，有些头晕。腹中胎儿一切安好。江二小姐居然有身孕了，她还没嫁人啊！年纪轻轻便做出这种事，真是不知廉耻。小侯爷，我们有孩子了。你曾经说过，有了孩子便让我入府，还会教他识字打拳。你可不能食言，小侯爷，你还记得这块玉佩吗？你说会引我入府，难不成都是骗我的？孩子是无辜的，你不能让他流落在外啊！这孩子可是你的？是我的孩子。怪不得江二小姐一心想要做平妻，原来是仗着怀了孩子，真是心机深沉。一个巴掌拍不响，广平侯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为了退婚并纵容这种事。只要盛元琪认下孩子，我便有了进入侯府的资本。既然江二小姐怀了琪儿的骨肉，便挑个日子纳进府做妾吧。既然江大小姐是被冤枉的，孔府和侯府理应给她赔礼道歉。江大小姐，孔府愿送上3万两白银作为赔偿，还会在城南贫民区以你的名义施粥半月，日后孔府大门随时为你敞开，还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。侯府愿赔偿黄金2万两，铺子2间，以此弥补对江大小姐的亏欠。
婚事便作罢。今日当着众人的面，我正式宣布，与广平侯府退婚。既然江大小姐心意已决，侯府同意退婚，我们会尽快上门交换订婚信物，赔偿1倍聘礼，大家好聚好散。择日不如撞日，就今日吧。七皇子公正严明，又是圣小侯爷的长辈，还请七皇子一同前往江府见证，免得日后再生事端。罢了，看在母妃的份上，本王便走一趟，希望侯府别再蒙羞皇室。绝对不能再和广平侯府扯上关系了。老爷，不好了！七皇子殿下驾临府中了！什么？都给我打起12分精神！贵客临门，谁敢怠慢？仔细你们的皮！快随我去前厅接驾。下官江泉见过七皇子殿下，不知殿下驾临寒舍有何指教？起身吧，今日前来是为江大小姐与盛小侯爷退婚之事。莫不是江遂宁惹恼了广平侯府，引得七皇子来做主？逆女，给我跪下，好好反思自己的错处。你就是这样回报你远在渝州的外祖父母的？你对得起你娘吗？你把今日发生的事情跟江大人说说。一开始是二小姐她在，今日发生的就是这些了。这……殿下恕罪，是下官管家不严，这才闹了笑话。确实是笑话。江二小姐脸色看起来不太好，先下去休息吧。现在需要解决江大小姐和侯府退婚之事。是，多谢七皇子。琪儿便陪着吧，毕竟肚子里是你的骨肉。退婚之事，等你母亲拿了东西，你再过来。是。江大人，去看看江二小姐吧。是，下官这就去。边境之事已了，二皇子的乌头蛇毒也已解，回京路上并未遇到变故。江府这边，罗姨娘和江雨薇的阴谋已破，你母亲留下的嫁妆和钟馗之权，我也已帮你夺回。江泉那边，我抓住了他的把柄，日后他不敢再随意拿捏你。多谢。彼此。我很意外，你今日的表现非常好，超乎我的想象。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好打交道。我们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是在回京城途中不幸中了一箭昏过去了，睁开眼就在江府。我是被江雨薇的丫鬟推入水池中昏迷了，等再醒过来，便到了西北的营地。事实上，我前世死在五皇子府，没想到一睁眼回到了5年前。只是这些话是不可能和你说的。我们怎么能换回来？不知道。先把眼前的事做好，后面再想办法，肯定可以换回来的。好，除此之外，
二皇子的阴谋尚未彻底败露，他定然不会善罢甘休。对外隐瞒身体互换的秘密，我继续以你的身份留在江府。我则以你的身份处理军中事务和朝堂纷争，同时让瞿大夫全力研究换回身体的方法。就按你说的办吧。对了，对不起，把你的婚事搅黄了。无妨，我早想退婚了，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。江雨薇和盛元琪的事，我早已知晓。今日让瞿大夫查出她有孕，也是早有准备。哼，以后我会帮你留意合适的人家，若你有喜欢的人，我也会配合。眼下最重要的是换回来，婚事之事以后再说。以后你们跟着江大小姐，保护好她，全权听她调遣，无需回禀。再调一队暗卫，听她差遣，她的话便是我的话。是。看到没有，我就说主子和江大小姐关系不一般，连影卫都直接调拨过去，云娇小姐都没这待遇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咱们怎么半点风声都没听到？咱们的业务能力是不是有待提升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管业务能力？咱们在谈主子的风花雪月，真是恨不能把你丢到燕来楼见见世面。主子这个年纪，有喜欢的女子也正常。鸡同鸭讲，我要申请调岗，跟你这种木头待在一起，久了我怕得心急。你刚被主子拨给江大小姐，就想跳岗，主子怕是会以为你对江大小姐有意见，罚你去小黑屋待半个月。得，别说了，我认倒霉还不行吗？对了，你刚刚说留在江大小姐身边倒霉，我什么时候说了？我明明说的是你。对了，醉仙楼的鸡腿出了新菜式，下次我给你带。真的？那我先谢谢你。不客气。那剑上有乌头蛇毒，混合在其他毒素中，连瞿大夫都未曾发现。后来呢？你是如何发现的？我的外祖魏家曾是护国将军府，后遭陷害被贬。我一直想让他们回京，便格外关注朝堂动向，也查过不少高门府邸的情况。我曾看过一本介绍西北的书，里面详细提及了乌头蛇毒，知道它混合在其他毒中不易被发现，我便让瞿大夫仔细查验，没想到真的查了出来。这般阴差阳错，多谢你的救命之恩，若不是你，我怕是永远回不来了。这大概就是缘分。你中了毒，我恰好看过相关的书，我落水昏迷，若不是你意志力强，怕是也活不了。放毒箭的人，你可知是谁？有了第一次，就可能有第二次。朝中除了你，还有二皇子和五皇子。依我看来，此事两人怕都脱不了干系，一人出手，另一人未必没有相助，只是主谋是谁，尚未可知。无论谁上位，你的军功和威望都会让他们视为威胁，日后怕是不会给你活路。我以为你只是略知一二，没想到你竟能从碎片信息中推测出这么多，实在让人刮目相看。不过是闲来无事，一门心思花在了这上面，都是瞎推论的。若有不对，你别笑话我。哼，没有，你比我想象的更勇敢，更优秀。我原本还怕你应付不了后面的事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帮你护好身边的人，守好七皇子府的门楣，绝不辱没他。那便多谢你了。二皇子和五皇子，表面上看似井水不犯河水，实则暗潮汹涌。二皇子向来擅长伪装，实际上野心勃勃，手段阴狠。五皇子虽爱玩，但背后有丞相府撑腰，未必没有夺嫡之心。你说的对，二皇子的母妃在宫中根基不浅，他笼络了不少朝中官员。五皇子则借着玩乐的幌子，暗中培植势力，结交江湖人士。两人各有优势，也各有短板。此次我中箭，若真是他们所为，定是想借边境战事除掉我，除去一个心腹大患。毕竟我的军功对他们来说确实是不小的威胁。不仅如此，
你在军中威望极高，将士们对你忠心耿耿。若你有夺嫡之心，胜算极大。哪怕你无心皇位，他们也不会放心，定会斩草除根。回京之后，我会暗中调查此事，务必找出幕后真凶。在这之前，我们需更加谨慎，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。你在朝中行事需多留个心眼。二皇子和五皇子的人遍布朝野，稍有不慎便会陷入险境。我在江府也会留意京中的动向，有任何消息让尹卫及时传递。好，江府这边，罗姨娘和江雨薇虽已失势，但仍需提防，他们未必不会再兴风作浪。江泉此人自私自利，不可信任，你也需多加小心。我明白，罗姨娘觊觎你母亲的嫁妆，江雨薇一心想攀附权贵，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江泉为了自己的仕途，可以牺牲一切。时间不早了，庞氏应该快带着信物来了。我们今日就先谈到这里，日后有机会再细聊。好，记住，凡事以安全为重，切勿冲动行事。你也是，若有任何危险，立刻让尹卫传信，我会第一时间赶到。那便有劳殿下了。七皇子这般维护江遂宁，莫不是和江家有情，而非侯府？就是孔府之事的补偿，退婚的赔偿数额较大，需周转几日，7日内必送到府上，还请江大小姐宽限。可以。盛夫人，请留步。威尔的婚事，我们是不是该商讨一下？不必了，江府挑个日子，侯府直接抬人进门便是。宁儿，刚刚为父责骂你是做给七皇子看的，生怕他责罚你，你可别往心里去。收起你的假惺惺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我便不会举报你。是，你年纪小，这么多钱怕被人骗，不如为父帮你收着。把你的龌龊想法收起来，否则我不介意直接执掌江府。是，我只是随口说说，这钱自然该归你。搬起黄金，随我回宁心院。是小姐。小姐，有这些护卫，咱们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。从前宁心院的丫鬟出门总被欺负，如今谁见了都得恭敬的叫一声姐姐。小姐乏了便小憩一会儿，前些日子的病还没大好，得养好精神。小姐醒了，午饭已经备好，您要不要先用些？不必，我还有事。已让人把这些财物登记造册，妥善保管，日后或许能用得上。是，奴婢已经让人记下了。对了，小姐，刚刚管家来报说罗姨娘派人来打听二小姐的情况，被奴婢打发回去了。不必理会他们，自食恶果罢了。我回京后，二皇子和五皇子定然不会善罢甘休，需尽快做好应对准备，同时也要想办法换回身体。总有一天，我要让江泉和管家后悔。等薇儿顺利嫁入侯府，我定要换掉管家，安插自己的人。是啊，管家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姨娘待他不薄，事到临头却跑得最快。罢了，虎落平阳被犬欺，你去看他薇儿回来了没有，让他立刻来见我。是，夫人。
姨娘，事情办砸了。孩子，大家都知道了。是，在场的人都知道了。你呀，我让你跟小侯爷多来往，没让你不自爱。男人没得到时把你当宝，得到后便弃之如履。你现在毫无筹码，还怎么指望他对你尽心尽力？可盛夫人已经同意我进侯府了，我还有孩子，这能一样吗？他主动求娶，和侯府碍于颜面接纳，待遇天差地别。你入府后举步维艰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护住孩子，别再想平妻之位和丈夫的爱重。听话，安安稳稳生下孩子，等以后辉儿有出息，你作为她的亲姐姐，日子也不会太差。姨娘，老爷让您过去一趟。你可知罪？老爷，妾身不知何罪之有。你竟敢骗我！盛元启根本没有要抬威尔做平妻的意思，你却诓骗我，让我帮着你们逼迫宁儿。若不是今日之事败露，我还被蒙在鼓里。老爷，妾身也是被盛元启蒙蔽了。他明明说过会对威儿好。蒙蔽？你以为我还会信你？这些年，你借着管家之权，中饱私囊，贪污了多少嫁妆？真当我不知道？老爷，妾身知错了，求您看在威儿和辉儿的份上，饶了妾身这一回。饶了你！你差点毁了江府的名声。从今日起，闭门思过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不许踏出邯郸院半步。书房内存有京城局势的相关消息，有助于你尽快熟悉情况。明白了，等你这边的事情解决，我再回府内查看。岳战战功赫赫，回京后必然会成为二皇子和五皇子的眼中钉。想要保全自己，就必须尽快培植势力。前世，魏家因不愿参与党争，被调离京城，后被二皇子利用，落得满门抄斩的下场。这一世，我必须护住魏家，将他们召回京城。要调回魏家，需有人举荐，且有合适职位空缺。就他了，兵部侍郎之位。殿下，这是他收养的副将之妹沈云娇。叶战曾说，只将她当妹妹看待。请进。听闻殿下回来，云娇未能去前院迎接，便做了些吃食送来。多谢。叶战对他无意，不如早些表明态度，免得害人害己。你有心了，放下吧。是，殿下。陈副将，进来。殿下，我不饿，你吃了吧，别浪费。殿下，这是云娇小姐特意为您做的。让你吃你就吃。殿下，云娇小姐对您……我知道，但我只将她当妹妹，日后她的婚事我会妥善安排。属下明白了。要召回魏家，需先找到合适的举荐人，同时还要避开二皇子的阻挠。此事需从长计议。前世这个职位由二皇子的人担任，想要取而代之，并非易事。这一世，我不仅要护住自己和家人，还要为叶战扫清障碍，找出当初下毒箭的幕后真凶，讨回公道。这把钥匙啊！
这套拳在军营里我能打一整天，如今一套下来便气喘吁吁，这具身体实在太过娇弱。看来我得早晚各扎2炷香的马步，打1至2套拳，循序渐进，增强体质了。这套拳法是主子自创的，江大小姐怎么会？可能是托梦教的。你这木头，能不能说点靠谱的？主子让我们来保护江大小姐，不是让你来闲聊的。若你想聊，主子可以把你和影妻关进小黑屋聊个够。嘘。小姐，罗姨娘又被罚了，她被搬离汉代院，住进了府里最偏僻荒芜的院子，那里取水难，吃食凉，冬天更是难熬。听说以前还死过人呢。救命！自己人。以后把吸引放窗前的桌上，不叫你们别出现。是。带去七皇子府。我对沈云娇真的没有特殊心思，呵呵。七皇子回京后，先入宫见了皇上，随后去了孔府，接着又去了江府，说是蹭饭。他与孔府、广平侯府并无来往，哪有刚回京便迫不及待上门的道理？你们觉得他是欲盖弥彰，还是声东击西？暂无其他信息佐证，一切只是猜测。不必猜了，他的目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要做什么。明日他便会上朝，你们多积几句，把矛头对准老五。哎呀，年前老五克扣金饷一事，父皇重拿轻放，二人早已结怨，正好借此事让他们鹬蚌相争，我们渔翁得利。殿下英明。殿下，侯府与江府婚事黄了，之前计划以侯府名义拉拢魏家的方案泡汤，是否要为江大小姐另寻一门亲事？不急，刚退婚不宜操之过急。3日后，父皇为老妻举办接风宴，给江大小姐也发份帖子。是。老五最近如何？回殿下，五皇子依旧吃喝玩乐，明面上收敛了些，私底下还是老样子。很好，继续盯着，明日务必要老七和老五打起来。是。前世今日，叶战和五皇子中了二皇子的圈套，险些在大殿内动手，今日必须小心。殿下胃不好，我准备了些吃食放在马车上，想着殿下待出来了，便在此等候。不必，本王没有这种习惯。殿下的事交给别人，我不放心。左右我闲来无事，能为殿下做事，我心中十分高兴。你回去吧，下次别做了。是，多谢殿下关怀。小姐，殿下走了，我们回去吧。天还凉，别生病了。生病了才好。小姐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回去吧。对江府的礼物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一会我们去拜会江大小姐。一个五品官府邸，不必送帖子，直接上门便是。昨日殿下为她争取了那么多好处，我们理应是座上宾。是，小姐。是否要继续拉拢侯府？侯府颜面尽失，此时拉拢弊大于利。江大小姐那边先观望几日，接风宴上再见机行事。是，殿下。今日朝堂之上，务必让老七和老五起冲突，此事关系重大，不得有误。属下明白，定不辜负殿下所托。
侯府夫人言之凿凿，说江大小姐私会外男，要让侍卫押送她回府。多亏七皇子及时赶到，传了京兆尹和大理寺的大人来查案，才查清是侯府想退婚，又不愿背骂名，不愿赔偿，故意陷害。侯府也太忘恩负义了。当年若不是魏家出手相助，侯府早就身败名裂了。如今居然这么对待魏家的外孙女，还有江家二小姐，居然和未来姐夫暗通款曲，还陷害亲姐姐，真是遭报应了。以后入侯府做妾，孩子生出来也要被人戳脊梁骨。这些贱民居然敢编排侯府，派侍卫去打，不打怕他们不甘心。夫人万万不可，若真动手伤人，被御史参议本，您在侯府就难立足了。昨日侯爷已经动怒，您可不能再添乱了。你说的对，我真是气昏了头。让马秋快点走，眼不见为净。对了，让江雨薇尽快入府，也好让我和袁琪的日子好过些。是。难道叶战是特意为救江穗宁而来的？若我的猜测是真的，绝不能让他留在殿下身边。小姐，快到江府了。知道了，下车吧，直接上门。我家沈姑娘来拜访江大姑娘。看来小姐与七皇子交情匪浅。小姐，刚刚管家说沈姑娘来见你了。她来做什么？我与她并不相识。小姐，要不要见一见？毕竟是七皇子府的人。不见，让她回去。是，小姐。沈小姐，我家大小姐身体不适，今日不宜见客。既然江大小姐身体有恙，我便去后院探看她。你要么带我过去，要么我自己找，你选一个。沈小姐这边请。大小姐，沈姑娘正在往这边来，管家拦不住。云娇见过江大小姐。沈小姐请坐。听闻江大小姐与殿下交情匪浅，不知二位是何时相识的？殿下护着的人，我自然该来看一看。沈小姐对我的事很感兴趣，不必了，我没有和陌生人做姐妹的习惯。流苏，送客。江大小姐可是对我有何不满？谈不上不满，我对陌生人向来如此。这沈小姐真是莫名其妙，真当自己是七皇子府的女主人了。捕风捉影上门质问，还强制要见，真是把自己当盆菜了。哼，说得好，下回他再来，你就这么说，我准了。等雨季直接开渠引流就行，没有必要劳民伤财。修建堤坝可以一劳永逸，造福百姓。父皇，此事利国利民，是造福百姓的好事，还请父皇准许。陛下，五皇子去年克扣军饷，臣以为应先发放军饷。皇上，去年军饷之事已让战士寒心，此次大捷若不妥善安置，恐失军心。那件事早已过去，军饷也已补上，堤坝必须修，士兵的奖赏可以延后。皇上，国库紧缺，修堤坝与抚恤士兵的经费只能二选其一。我就不信叶战你这么能忍。陛下，请三思啊！退下吧，此事容后再议。老七，堤坝我一定要修，你别想跟我抢。我不与你争，
不是怕你，而是不想被别人利用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若在大殿上吵得不可开交，父皇只会觉得我们幼稚，最后谁也捞不到好处，反而让渔翁得利。秋叶，你来说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殿下，您可一定要为我们小姐做主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你一五一十地说。回殿下，小姐今日出门，听闻外头传言，您为了江大小姐，府都不回，便前去相救，两人定有私情。小姐为了您和江大小姐的名声，便去了江府，却被江大小姐辱骂，还被赶了出来。殿下是不相信云娇吗？没有，你去了江家。是为了殿下，为了江大小姐，我便去了。还请殿下别怪我自作主张。你确实自作主张了，有什么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？沈云娇作为七皇子府的人，去了江府，叶岭和叶浩肯定也能听到消息，叶战的处境必定有危险。殿下，对不起，云娇也是担心。你去了江家，江大小姐她怎么说？你来说。是，回殿下的话，江大小姐态度十分恶劣，二话不说就将我们小姐骂了一通，还让小姐以后别再去江府，还请殿下做主。今日这件事错得离谱，还不知悔改，你带着你家小姐回院子好好反省。沈银娇怎的颠倒黑白？不过她的做法倒是不错。眼下七皇子今日太过诡异，居然全程不接招，我们安排的人都暴露了。殿下，说不定七皇子是在憋什么坏招。七皇子向来有话直说，不搞假把式，这一出还真是让人捉摸不透。你不知道，本王还能知道。七皇子不接招，那明日是否还要继续试探？继续试探？我倒要看看他能忍到什么时候。丞相府的庶指看上那老七府上的表小姐，找机会凑一对，看他还忍不忍。是，殿下，老七府上的表小姐今日去了江府。哦，她去江府做什么？探子说他想见江大小姐，但江大小姐生病不愿见他。谁曾想他直接闯进了人家的院子，具体聊了什么没打探到。不过沈小姐出来的时候面色不大好看，估计聊得并不愉快。难道说七皇子和这位江家大小姐之间有什么渊源？昨日孔府的宴会是特地为了江大小姐去的，倒也说得通。昨天的事太巧合了一些，况且我们的眼线盯着这些世家大族，如果二人真的有往来，我们应该有所察觉才对。是不是？试一试不就知道了。接风宴的帖子给江府送去了吗？现在最主要的事，就是将五皇子同叶战绑在一条船上。
以前是我对叶浩的了解，还只知道吃喝玩乐。老七，你对这件事怎么看？回禀父皇，儿臣的职责是打仗，如今仗已打完，儿臣的使命完成了，后续之事全听父皇安排，儿臣坚决拥护，听从安排。父皇，儿臣以为户部的钱应先拨给士兵发军饷，城外的堤坝便由儿臣和二皇兄一起想办法。七皇帝在外打仗出生入死，我们在京城也该尽一份心力。皇儿长大了，懂得为国分忧了。难道叶浩这个蠢货查到了我缺钱？父皇，这是儿臣该做的。儿臣这些年做生意攒了些银子，加上二皇兄出一半修建堤坝的钱，绝对能凑齐。老二，你如何说？这般利国利民的好事，儿臣自然支持。你们都如此懂事，朕甚感欣慰。此事就这么定了，3日内各自拟好章程，10日内动工。魏朝。二皇兄看起来心情不错，是为能帮老百姓做事而高兴。昨儿老七没上你的当，今儿我也不上，你开不开心？哼哼。叶浩这个蠢货想不出这等计策，定是丞相府在背后支招。看来这颗钉子必须尽快拔出。修堤坝要40万两，让本王拿出20万两，简直是笑话。前些日子压下科举舞弊案已耗费不少，手头根本没有多余银钱。殿下，或许可以催下头的掌柜，看看还有多少可用银钱。上回问过，他们说手头紧缺，就算有，也只是杯水车薪。不如让投靠殿下的大臣们分摊一些，平时殿下照拂他们，如今正是用人之际，想必他们不会推辞。同时下去，每家凑一些，分摊下来也不会太多，务必尽快凑齐，不能误了工期。是，属下这就去办。殿下，丞相到了。殿下今日在朝堂上的表现，实在令人刮目相看。哼，外祖父过奖了，都是杜先生出的好主意。殿下，七皇子府上的沈云娇去了江府，此事你可知晓？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七皇子和江大小姐的关系，怕是不简单。江大小姐的外祖家是从前的护国将军府魏家，若七皇子真想拉拢魏家，江大小姐便是关键。魏家一门忠烈，虽已离京，但根基仍在。江大小姐的母亲是魏家唯一的女儿，深受宠爱。魏家对江大小姐也颇为照拂。若七皇子娶了江大小姐，魏家极有可能因此倾斜立场。对于我们而言，一兵一卒都至关重要，更何况是曾经的护国将军府。难道要本王求娶江大小姐，用一个正妃之位换一个不确定的因素，代价是不是太大了？侧妃即可，即便魏家不站队，也绝不会倒向他人。职位越高，风险越大，一旦倒戈，便有粉身碎骨的可能。
小姐，这宫里的帖子做得真精致，只是咱们没有合适的衣裳入宫，玲珑坊的衣裳最好，咱们去碰碰运气吧。江府只是五品官邸，不够宫宴门槛。如今收到帖子，显然是因为七皇子府的缘故。沈云娇的贸然到访，果然引起了旁人的怀疑。宫宴推拒不得，只能小心应对。那些人定是想试探我与七皇子的关系，只能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这背后定是有人不怀好意，想借宫宴试探我与江遂宁的关系。宫宴是绝佳的试探场合，江遂宁必须去。只是不知那些人会耍什么花招，只能让他多加提防。他们乃有事。回皇上，是为明日七殿下的接风宴。内务府的人来请皇上过目章程。不必，内务府自行决定即可。奴才遵旨。等等，拿上来朕瞧瞧。从前都是3品以上家眷可参加，这回怎么扩到5品、6品了？回皇上，贵妃娘娘说，3位皇子都到了娶妻的年纪，若有合适的小姐，便可从中挑选。娶妻需看重门第，那侧妃便无需太过讲究。贵妃考虑的周全，就按她的意思办，再有改动，让贵妃做主便是。朕这几个儿子，越来越让朕省心，确实该成家了。老七常年在外征战，辛苦他了。明日宫宴上，若有合适的，朕便为他指一门婚事。皇上宽仁，七殿下定会明白皇上的良苦用心。小姐，咱们得赶紧去买衣裳，入宫可不能失礼。咱们现在就去。不着急，流苏，我现在要清点库房中的嫁妆。小姐，怎么突然？少一件，我都要他吐出来。侯府让我3日后便过门。侯府安的什么心？谁家庆事这么仓促？就算为了孩子，也该走些流程。你父亲怎么说？父亲说，按侯府的意思办。糊涂！你去了侯府，可就不一样了。你未嫁先孕，名声本就不好。侯府说不定只是想尽快把你接进门，免得在外丢人现眼。可我怀着小侯爷的孩子，他们总不会对我太差吧？侯府想要孙子，有的是良家女子愿意进府，你别太天真。往后的路只能靠你自己。姨娘能做的就是多给你准备些嫁妆，让你在侯府能稍微好过些。不要，我不要去侯府了。不行，雨薇，你已经没有退路了。你爹也不会同意的。奉大小姐之命，搜寻夫人当年从魏家带来的嫁妆。库房清点时发现少了许多东西，今日轮到搜查姨娘的屋子。管家说笑了，我这里什么都没有。有没有？搜一搜就知道了。你们不许碰我的东西。这些可都是夫人嫁妆单子上的东西。罗姨娘若坚持说是你自己的，
那咱们便上公堂评理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小姐，罗姨娘屋子里搜出了好多夫人的嫁妆，现在都已经收回库房了。知道了，让账房先生重新登记造册，妥善保管，以后不许任何人随意动用。是，小姐。这些嫁妆本就是他母亲的遗物，如今物归原主，也算是了却一桩心事。你们做事怎么这么糊涂？让江雨薇3日后便进门，传出去像什么样子？老爷，这也是没办法。江雨薇未嫁先孕，名声本就不好，早点接进门也能少些闲话。再说，七皇子如今似乎很看重江穗宁，咱们也不好太过怠慢。父亲，江雨薇怀了我的孩子，总不能让她一直在外丢人现眼。罢了，就按你们的意思办，但规矩不能少，让人尽快准备些聘礼，别让人说侯府亏待了他。是，老爷。这罗姨娘真是黑了心肝！夫人的千金丝翠玉镯、和穗紫玉簪，还有那些宝石串珠，居然全在她这儿。2小姐、3小姐和柳姨娘那里也搜出了不少，不过比起罗姨娘这一大堆，真是小巫见大巫。这些人太不要脸了，居然敢私吞主母的嫁妆！小姐，罗姨娘以前身边的丫鬟招供，说罗姨娘还带了好些贵重嫁妆回了娘家，说是补贴家用。岂有此理！一个妾室竟敢把当家主母的嫁妆搬回自己娘家，这是把江府当什么了？小姐，你快说句话，该怎么处理？奴婢恨不得直接报官。全部要回来，能要回的当场追回，要不回来的便直接报官，用律法维护权益。小姐说的对，这些都是夫人的心血，是外祖父、外祖母和舅舅们精心挑选的，凭什么让这些人白白占了便宜？这口气绝不能忍。就这么办。你要管家带人先去京城各大当铺查一查，看看有没有罗家当掉的首饰，若有，把当具取回来，都是证据。是，小姐，奴婢这就去安排。你们是何人？来我家做什么？奉我家大小姐之命，前来追回被罗姨娘私吞的江府主母嫁妆。罗姨娘将主母的首饰器物带回娘家，甚至拿去当铺典当。如今证据确凿，还请罗家人速速归还。你胡说什么？我家女儿在江府当姨娘，怎么会私吞主母的嫁妆？你们可不能血口喷人。是不是血口喷人？看看这些当据便知。我们已经去各大当铺查过，这些首饰上都刻有魏府特有的记号，当据上还有你们的手印，难道还想抵赖？管家大人，求求你们高抬贵手，那些首饰已经当了银子，大部分都给小儿还了赌债，实在拿不出来了。拿不出来便见官。我家大小姐说了，今日必须收回所有嫁妆，少一件都不行。这罗家也太不是东西了！罗姨娘私吞主母嫁妆，带回娘家给小儿子吃喝嫖赌，真是刷新了我对厚脸皮的认知。为娘的孩子就是可怜，江大小姐这些年不知道被搓磨得多惨。还好如今终于扬眉吐气，把母亲的嫁妆都追了回来。以前罗家仗着女儿在江府当姨娘，眼睛都长到天上去，把左邻右舍都得罪遍了。现在好了，灰溜溜的搬回破屋子，真是遭报应了。由俭入奢易，由奢入俭难，罗家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喽。
江穗宁，为什么要抢走我的一切？为什么这样对我？对，还有爹，爹最疼我了。二小姐，老爷说了，您若是再不听话，今日便直接把您送去侯府。您的事情，老爷不会再管了。众爱卿辛苦了，办事效率甚高。谢恩。 20万两虽不算天文数字，但叶岭私下开支巨大，又要安抚底下投靠的大臣，分摊不均，定会引发怨言。日后策反起来也容易些。从前我倒是屡屡被叶岭算计，呵呵，如今终于扬眉吐气了，哈哈哈。这老匹夫不会查到江南知府是我的人了吧？ 江南之事迟早会曝光，只是眼下时机未到，我需先借叶战的手，将魏家调回京城。众位爱卿携家眷一同参加宫宴，如今边境安宁，天下太平，该好好庆贺一番。谢谢丞相。 哇，这也太美了吧！不愧是玲珑坊的出品，齐殿下也太好了，连衣裳都特意让人送来。浙江大小姐到底和主子是什么关系？难道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，他们的关系已经好到不分彼此了？你在嘀咕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今天天好蓝，云好白。你有没有觉得我们太失职了？ 昨晚我回府送信，说江大小姐需要一套入宫的衣裳，主子二话不说就写了江大小姐的尺寸。她什么时候知道的？啊，主子难道只看一眼就能知道女子的尺寸？这也太神奇了吧！那就是江大小姐，长得真好看，衣裳也好看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前几日孔府的事情我听说了，江大小姐真是令人佩服，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据理力争，丝毫不畏惧。我本来还想结交一番，可看她冷冷淡淡的样子，实在不敢上前。 见过武殿下。啊，殿下看过来了。 如今边境安宁，天下太平。今日召集众爱卿和家眷，好好庆贺一番。陛下，不如让在场的小姐们表演一番。准奏。若有表演优秀的小姐，本宫另有奖赏。
这位小姐是哪个府上的？小小年纪这般坐得住，倒是令人刮目相看。回贵妃娘娘，这是江府的大小姐。哦，江府？哪个江府？是。哦，原来是魏家的外孙女。说来当年本宫和魏家妹妹感情极好，她可是当年的天之娇女，可惜年纪轻轻便去了。江大小姐的长相随了她6、7分，性子却沉冷得多。本宫当年这个年纪可坐不住。贵妃娘娘谬赞。江大小姐可有何才艺？今日也凑个热闹。臣女什么都不会，让贵妃娘娘见笑了。当年的魏家妹妹也不爱这些琴棋书画，想来是随了你母亲。罢了，坐下吧。谢贵妃娘娘。昨日还怀疑老七和江大小姐有关系，想请她为侧妃试探一番，怎么许贵妃也看上她了？看来是为了魏家，绝不能让她得逞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。许贵妃定然是看中了魏家外孙女的身份，想让江遂宁给叶浩做侧妃，一会儿必须想办法解围。好，好，好！皇上，这些小姐都如此优秀，3位皇子亦未娶妻，不若在其中相看一二，为皇子们定下亲事。是好。老二、老五、老七，场上可有你们中意的小姐？若小姐也中意你们，两情相悦，朕便为你们赐婚。启禀父皇，儿臣对江大小姐一见钟情，想要娶江大小姐为侧妃。父皇，儿臣也对江大小姐一见钟情，想娶江大小姐为侧妃。看来浩儿和二皇子都与本宫眼光相同，觉得江大小姐十分特别。江大小姐确实容貌出众，多谢皇上称赞，臣女惶恐。你们二人都想求娶江大小姐，朕怎么做决定都不妥，便由江大小姐自己表态吧。回禀皇上，2日前在孔府，七殿下无意中为臣女洗刷了冤屈。若不是七殿下，臣女如今早已身败名裂。臣女此生非七殿下不嫁。2殿下和5殿下都是人中龙凤，承蒙2位殿下青睐，是臣女的荣耀。天下比臣女美的女子数不胜数，但救我性命、还我清白的，只有七殿下一人。江大小姐果真重情重义呀！谁不喜欢英雄呢？还是救过自己性命的人。说的这么好听，莫不是哗众取宠？若七殿下愿娶，臣女便一生一世陪伴在侧；若七殿下不愿娶，臣女便绞了头发，常伴青灯古佛，了此残生。这女子虽出身不高，却重情重义，有几分魏家当年的风骨。江泉能养出你这样的女儿，实在难得。想来是魏家花了不少心血。看来日后让魏家回京会容易许多。这江大小姐确实配得上侧妃之位，我现在倒真想为叶浩争取一番。便宜你了。你们俩坐下吧，真是没出息，见着一张好看的脸就急不可耐求娶。朕平时教你们的都喂了狗吗？老七，
你怎么说？江大小姐非你不嫁，若嫁旁人，便要削发为尼。你是男子，总要表个态。回禀父皇，儿臣不愿娶。洪府之事纯属意外，儿臣只是觉得遇事该查个水落石出，要人认罪也需心服口服，才管了这桩闲事。万万没想到，竟让江大小姐因此认准了儿臣。若是管了件闲事就要娶妻，儿臣以后哪里还敢主持公道？这才是朕的好儿子。江大小姐可后悔？回皇上的话，臣女不后悔。倒有几分胆识，像极了魏家那个老顽固。罢了，这件事以后不许再提。朕本想帮你们挑选妃子，没想到你们心中各有主意。今日便到此为止，你们各自选中中意之人后，再来向朕请旨，朕再为你们赐婚。是，多谢父皇。今日你们自别，朕乏了，回宫歇息。臣妾陪皇上。臣恭喜皇上。路上小心。刚刚难为你了。事急从权。皇上应该不会再怀疑我们了。是，只是你的名声怕是难以保全。没关系，我不介意。父皇语气中对魏家印象不错，现在可以趁热打铁，先把魏家调回京城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经过今日之事，你应该能得一阵安生日子。但愿如此。不过今日这一出也有好处，以后我们见面可以光明正大。你可以主动约我，我再勉为其难答应。外人只会当是江大小姐在尽力争取嫁入七皇子府的机会。若真如此，你的名声就彻底毁了，以后遇到心上人，怕是难以出嫁。先过了眼前这关再说吧。等事情平息，若换不回身体，我便娶你。今日叶岭和叶浩同时求娶，倒是我没想到的。叶浩应该是得了许贵妃和丞相的授意，只是被叶岭抢了先。我怀疑他们都是为了魏家。我也这么觉得，尤其是叶浩那边，定是许贵妃和丞相深思熟虑的结果。他们二人私下争斗已久，有时候争的并非事情本身，而是斗争的过程。他们要的是赢过对方。叶岭包庇江南科考舞弊，还花了不少银子。我在叶浩身边也安插了自己人。叶岭竟藏着这么大的事，不过你处理得很好，很有大局观。好像每次见面，叶战总会夸赞我。江南科考之事，若想捅出来，最好让叶浩去做。丞相府定会妥善利用这个把柄，将叶岭打个措手不及。你置身事外，才不会受到殃及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有他们在前面挡着，我便不用冲锋陷阵了。沈小姐对你的心意人尽皆知，一个处理不好，就会影响大事。今日的求娶便是无妄之灾，再有下次，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。你有什么好主意？女子到了这个年纪，本该说亲了。若能为她寻一门合适的亲事，或许能让她认清现实。这件事便劳烦你上心了。我们之间不必说劳烦二字。有了今日的事情，以后再要见面，你直接送帖子便是，或者直接上门。好。还有，闲来无事可以看看《地质怪谈》之类的书籍，或许能找到我们换回来的线索。好。
我先回府了，有任何情况让影卫传信。路上小心。唉，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外祖父，老七究竟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之前还怕他利用江大小姐拉拢魏家，可现在明明有机会，他为什么不抓住？这件事确实处处透着诡异，或许发生了我们不知道的变故。不过眼下他拒绝江大小姐，对我们来说是好事。还有老二，他又是怎么回事？难道也是为了魏家，还抢先我一步开口求娶？看起来是真的想拿江大小姐为侧妃。不好说，有可能他只是单纯不想把这个好处让给你。这老二真是可恨。殿下不必生气，修堤坝一事我们摆了他一道，他想破坏你求娶江大小姐也是意料之中，殿下须得沉得住气。哼，我查到二皇子最近很缺钱，他把底下所有铺子的钱都急着收了回来。如此看来，他怕是出了什么大事。这些日子我会让底下人去查一查，能让他如此急着凑钱，事情定然不小。那江大小姐那边，今日大殿上，江大小姐已然表态非七皇子不嫁，殿下不必再上赶着提及此事。皇上今日的表情你也看到了，殿下应离江大小姐越远越好。日后有人提起，也最好别多言。那魏家呢？若江大小姐入了七皇子府，魏家这颗棋子，我们要么放弃，要么打压。但现在七皇子对他无益，便再观望观望吧。老七会不会是做戏给我们看呢？若是二皇子，我定会怀疑他做戏。但七皇子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，而且今日在大殿上，他根本不在乎江大小姐的感受，想来十有八九是真的。确实，这么做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，真是死脑筋。那么好的机会，说不要就不要，还半点不留情面。这些事我会帮殿下关注。殿下现在只需把堤坝的事情做好，等工程开始后，殿下尽可能每日去检查一二，让老百姓知道这是你的功劳。等到堤坝修好，我再命人私下以村民的名义为你修一座功德庙，宣扬出去，这件事便圆满了。好无聊，还不如和夜领夜战斗一斗来的有趣。回府后便叫来杜先生，好好谋划一番。只要叶浩能把正事做好，其他的便随他去吧。孩子大，管得太紧，反倒容易生反骨。